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党键。上两集呢，我们聊了一下人工智能浪潮下的打工和创业。那么这一集我们来聊投资。投资和创业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们本质上都是对未来的下注，但是呢，又是有所区别。创业是全情投入一个赛道，用自己的人生去赌，而投资赌的是钱。完全可以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分开，是不影响投资人的日常生活的。投资人可以去钓鱼，可以去打高尔夫球，甚至可以去太空旅行，但是投资照样是可以赚钱的。而且投资没有必要去 all in， 也就是全部下入一个赛道，完全可以去分散投资。就算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是投到人工智能领域，但是人工智能领域也是有很多赛道的嘛，对不对？而且就算是同一个赛道，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有很多公司可以去投。所以啊，投资比创业好玩得多，不是吗？那么我们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这里聊的是去投资 AI 的公司，做 AI 的公司，而不是用 AI，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去帮助你去做投资，帮助你去做投资的决定，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讲前面打工的那一集里面呢，我们聊了5种赚钱方式，那么去除最神秘的第5种赚钱方式，那么还有4种。结合呢这个人工智能的3个发展阶段，然后一一对应，我们就有一个4×3的这样的一个表格。那么这其中呢，第3和第4实际上分别就是股票和资管。股票和资管呢，其实本质上差不多，都是通过对公司股票的投资，来获利。当然，本质上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是钱多钱少啊，还有投资时长的一些区别。所以呢，我们把投资和资管全都并到这一集里面，就是专门讲投资。当然了，它多少是有区别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所以呢，我们在视频最后的时候也会单独提一下资管，就是资产管理。还记得我们上一期聊创业的时候提到的人工智能市场的预测吗？没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当你问微软的 Bing 搜索引擎，它的 Copilot 会告诉你会引用一些数据源，告诉你回答你一些问题。那么当时我们是问了AI market size， 就是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是多少？他回答的是从2023年到2024年，那么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它会从现在的大约2000亿美元一直涨到2030年的2万亿美元，整个复合增长率可以达到37%。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期这块，事实上我们是讲过的，当然是讲创业的时候，这么高的37%还是相当高的一个市场增长率了。如果说对创业者来说这是一片蓝海，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可就是一座金山了。多个信息源实际上都已经告诉我们，整个 AI 在未来是有比较高的一个综合市场复合增长率。那么 AI 的投资现状又是什么样呢？让我们再看一下斯坦福大学发布的那一份人工智能报告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4， 那么中文当时我们就叫它人工智能索引报告2024。这份报告呢，实际上它给出了2023年全球 AI 领域的投资，一共是1891.6亿美元。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包括AI 领域出现的，比如说公司合并啦、股票购买啦、私人投资啊、公共投资啊，全都加总在一起。那么可以看到，AI 领域的投资的峰值实际上是出现在2021年。那么也就是 ChatGPT 火爆全球的那一年。有没有发觉资本的嗅觉它是非常灵敏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对 AI 的投资的一个快速增长是从2017年出现的。大家还记得201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在 AI 简史的那一集有提过。我知道那一年谷歌工程师发表了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一文，确定了 Transformer 算法在大语言模型中的支配地位。完全正确。观众朋友们记忆力还是非常好的啊。对不起，上次保安的事情我还是要跟你道个歉啊。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 AI 界的投资大佬，他们都是懂算法的，即使不一定完全清楚算法里面的公式吧，至少新的算法能带来什么改变，他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还要关注我的频道啊，很快我们就会推出算法详解篇哦。投资不妨碍你去打高尔夫球、钓鱼，甚至去上太空，对不对？但是你要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也就是能产生大把收益回报的投资，那你需要的是广阔并且有深度的知识，并且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去预测未来，也就是掌握趋势的能力。我们回到这幅图啊，这幅图里面核心需要解释的部分，实际上是从2021年峰值之后，我们已经连续2年，也就是2022年和2023年 ，AI 领域的投资呈快速的下降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主播的看法呢，实际上主要有这个3点。那么第一点是今天的 AI，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确实呢是遇到了一些瓶颈。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聊 AI 未来的那3集吗？AI 发展到类似 ChatGPT 4的以后，大语言模型如果还要进一步发展，那么它在投资，就是它需要更大的投资，或者说电力消耗，它对电力的消耗几乎是巨大的。这2个方面实际上都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阻碍，但我笔者不会用阻碍这个词，笔者更想用的词是龙门，就是说它遇到了一个龙门，那么这个龙门呢就阻挡着 AI 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龙门它是可以跳过去，跳过去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在之前的几期里面，主播也说过，那就是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了。那么笔者当时说的话，可能会在2027年或者2028年出现。但是回到我们为什么投资下降的原因，还是这个龙门现在阻挡在那里，那么整个社会需要积蓄力量去跳跃它。那么第2个原因的话是美联储的对美元的一个加息，那么它造成了资金成本的一个高企。那么像现在的美元利率基本上都在5到6之间，年化利率都在5到6之间。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利率，它就是导致了公司间的收购合并，那么包括对创业公司的一个投资，它就会减少。那么它从而减少了整体的社会的投资。那么实际上这一点的话，大家也很明确，实际上它是对整个经济的活动都有影响。那么它不仅仅是会影响到人工智能行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股市在2021年和2022年这2年，行情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实际上它是向下走了蛮多的。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 AI 领域的投资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受大环境的一个影响。但是呢，随着2024年之后，那么美联储会降息周期逐渐的打开，所以相信2025年之后 AI 的投资，AI 领域的投资，那么会继续的快速增长。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第三点的话就是2022年和2023年 AI 界的投资下滑，也确实有一部分的泡沫成分在里面。那么 AI 市场火爆之后，在2022、2023年，它就更加趋于一个理智，对 AI 创业公司的盈利，它就提出了一些要求。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个人叫 David Ken， 在2023年9月，那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AI's 200 billion question。那么中文的话就是 AI 的2000亿美元问题。David Ken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指出，英伟达 NVIDIA 2023年的营收是50亿美元。那么从数据中心的维护以及下游公司的利润可以推导出，那么人工智能领域它的最终消费市场必须达到2000亿美元。
那么它才能保证整个行业的一个正常的利润。但是这2000亿美元的市场在哪里呢？这篇文章的在投资界，特别是在 AI 投资界，那么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 AI 泡沫化的反思就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个3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导致了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AI 领域投资的逐渐减少。那么我们实际上说到泡沫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就是在英文世界里面 AI 泡沫实际上并没有使用 bubble 这个词。因为 bubble 给人的感觉是一下吹得很大，只有薄薄的外面一层皮，然后里面都是空的。那么所以英文里面用的一个词是 hype。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更多的是吹得很多，过度宣传，那么使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个 hype 这个词更像中文里面的过誉这个词，而不是像整个都是空心的泡沫这样。当然了，笔者也认为就是投资的适度降低，盈利理性的回归，实际上对 AI 投资AI 产业的长期发展实际上是一件好事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的话，就是OpenAI 的例子。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财报是怎么说的。早期的时候 OpenAI 实际上是一家非盈利机构，后来呢，它把整个 OpenAI 就改成了一个盈利限高的盈利机构。那么它就英文的话就叫做 Capped for Profit。当然这个故事整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就是2022年12月15日的时候Reuters 的一个报道，当时说 OpenAI 预计2023年的全年收入是2亿美元，2024年的全年收入是10亿美元。然而仅仅1年半之后，也就是2024年的6月13号The Information 一家杂志，他报道了，就是说2024年上半年 OpenAI 的收入年化以后可以达到34亿美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年半之前 OpenAI 觉得自己在2024年的收入只能达到10亿美元，但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它年化以后到了2024年上半年以后，它年化以后的收入就可以达到34亿美元，一下子就是比他原来的预计多了3.4倍。可见人工智能不仅仅技术发展非常快，而且在商业上的拓展也是飞速的。那么也许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泡沫，甚至过度宣传，也就是 hype， 那么市场过于激动，但是一转身，当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已经被填满了。另一方面，虽然2022、2023年 AI 整体的投资下滑了，但是对于生成式 AI， 也就是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的私人投资在2023年却有一个惊人的增长，甚至是爆发式的增长，总投资超过了250亿美元，是2022年的9倍，是2019年的30倍。这说明什么？说明 AI 的首轮爆发实质上已经开始，而它的起始点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之前节目中说的大语言模型和多媒体应用。在这一块 AI 实际上已经开始爆发了，它的投资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AI 发展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之前也说到过，它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半导体的摩尔定律，以至于它都无法给泡沫破裂留出足够的时间。表现在股票上，就是它几乎不会出现半年以上的下跌时间。即使整个市场全面质疑 AI 的盈利能力，股票只要稍加走平，拖延一点点时间，很快这些质疑就会被超出预期的盈利所不攻自破了。在之前讨论 AI 的视频里面，作者详细介绍过即将到来的 AI 繁荣，这个繁荣会不断的自我加强，不断的自我加速，直到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出现。反映到
股票市场上，因为讲投资啊，我们总归是要讲股票市场。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就是未来20年到30年的长期繁荣，股票市场的上涨速度将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我们主播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一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股票市场。那么问题又回来了。那么我们要如何我们作为投资者要如何加入到这一场人工智能的盛宴之中去呢？主播这里有4种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种方法就是在公开市场买入 AI 公司的股票，那么你可以投资硬件厂商，那么比如说英伟达、台积电、新思科技、Synopsys。那么 Synopsys 呢，它为英伟达提供芯片设计和生产的工具。当然了，除了硬件厂商，你也可以买入大语言模型提供商的股票。那么就比如说微软啦、Meta、谷歌啊、亚马逊这样子的公司，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这些大科技公司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布局了很多年了。那么他们实际上早就把这个护城河已经挖好了，已经在城市里面享受这个生态壁垒保护下的各种超额利润了。所以投资他们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人工智能的 ETF。那么 ETF 呢，学名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 用中文的话来说就叫做交易所交易基金。那么它是可以用股票账户，像买卖股票一样去自由的买卖，那么非常的方便灵活，手续费也比较低。不同的是，它实际上是有专业的基金经理来操盘的。那么他们会把这个整个基金分散在不同的股票之中，那么去获得稳定的一个收益。而人工智能 ETF 呢，顾名思义就是把资金分散到各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去买各个人工智能公司的股票。这种基金呢，种类实际上还是蛮多的。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是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当然了，如果朋友们具体对哪一支的人工智能 ETF 感兴趣，那么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非常多的话，那么主播也可以专门做一期人工智能 ETF 的介绍视频。第三种方法呢是投资私人企业的公司股票。由于 AI 呢实际上大火呢没有几年，所以公开市场上的公司呢其实都不是专门做 AI 的，他们大多数都是科技巨头。刚才也说过，那么实际上这些科技巨头，比如说微软，那么人工智能呢只是他们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主营业务实际上都不是人工智能。比如说微软是什么？是 Windows 和 Office， 对不对？Meta 是 Facebook， 那么实际上谷歌是搜索引擎，他们大部分的核心业务实际上不是 AI。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投资 AI 的话，可能你就要投一些专门做 AI 的创业公司的股票。但这些股票呢，实际上大多数都不在公开市场买不到。但其实呢也是有渠道的，也是有很多的市场化的交易手段的。当然这些投资的话，实际上都是有门槛的，而且是对投资人是要进行认证的。那么之后您这边才能参与投资。当然了，就是你投资去这些 AI 创业公司的股票，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巨大的。大概率实际上都会血本无归，所以主播这里就不点名哪个平台可以去交易这些AI 创业公司的股票了啊，大家自己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那么第4种方案的话，就是投资持有人工智能敞口的私募基金。所谓敞口，实际上就是它意思很简单，它就是这个基金投资了人工智能，那么意思就是它这个基金对人工智能有敞口。但是呢，就是主播实际上觉得这样子基金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类基金它对人工智能的敞口太小，它实际上成长性不足够好。那么如果敞口太大，那么它的风险又太大。而且因为你通过投基金，然后这个基金再去间接的持有一家再去影响一家AI 的创业公司，实际上你的影响能力是对这家
AI 创业公司的影响能力是非常弱的，就还不如你直接，当然如果你非常了解或者你懂 AI 的话，那么你看好一家 AI 创业公司，你直接投这家 AI 创业公司作为它的股东，实际上你对这家 AI 创业公司是有影响力的。那实质上你是对这家 AI 公司的未来的走向是有把控能力的。但是如果你通过一个私募基金再去投资某些 AI 的创业公司的话，实际上你就丧失了这样子的把控能力。所以主播自己是不太喜欢的。当然了，确实有很多的基金经理他非常厉害，他非常擅长去识别哪些创业公司他能够最终成功。那么这样子的这些基金或者说这些基金经理，如果你投资他们的话，那这个翻倍的效益，这个收益就是相当可观了。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看您自己的爱好。那么笔者在这里，因为它的风险实在太大，也就不点名一些私募基金的名字了。那么以上就是这4种投资人工智能的方法。对于家里有点瓶瓶罐罐的中产来说呢，主播自己那么更倾向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因为整体相对比较稳妥一些。当然它也会出现就是大幅损失本金30%甚至50%的可能性。但是整个成长性和稳定性实质上比起后面的第3、第4种方式还是好很多的。毕竟人工智能的未来还是要看巨头的表现，包括 OpenAI 不是微软投的吗？对不对？这个巨额的投资不是谁都玩得起的，是需要有大佬背书的。而且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设施一旦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在这些巨头建立起来这样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之后，它的触手向水平方向和纵向方向去走到不同的产业的应用，那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到时候无数的创业企业就会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当然了，AI 领域的投资总会长期是非常看好的，长期是绝对看好没有问题。但是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全球经济啦，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走势啦，美国经济的和金融的政策啦，这些都是您这边投资时候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所以投资需谨慎。人工智能的投资篇到这里就快结束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下资管，也就是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公司如何来投资人工智能呢？虽然像微软啦、谷歌啊这样子公司体量大小事实上已经接近资管公司了，但是毕竟一个是科技公司，另外一个是资管公司。那么资管公司的话，实际上不会像科技公司一样自己去下场做AI 投资，做 AI 的业务。资管公司的由于它体量非常的庞大，所以呢，它赚钱方式更多的像一个赌场。那么赌客们有输的有赢的，但是最终赚钱的一定是赌场。为什么呢？因为赌场早就通过精心的计算，让输的概率比赢的概率多那么一点点。只要赌博的人足够多，只要下注的次数足够多，赌场赚的钱就会非常的稳定。这在数学上叫做大数定律。同样的道理，资管由于其巨大的体量，只要它的投资布局足够的广泛，它赚的钱就会非常接近 GDP 的增量，和当然还有通胀。这一部分的钱实质上是对于资管公司来说是稳赚不赔的，是躺着就可以赚的钱。这是大数定律，就保证了他们的利益。突然感觉怎么连数学这种东西都站在富人一边呢？因为穷，对不对？穷人穷，他就没有办法躺着赚钱，他就需要去打工，需要去奋斗，去创业。但是你打工和创业，你到头来只不过是富人大数定律里面的一个样本，是富人利润的一个税基而已。穷人努力拼搏，却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突然生无可恋了。我们回到资管公司，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资管机构还特别的喜欢去控制银行和媒体。那么他用媒体来控制普通人或者说穷人的思想，
用银行去控制中小企业主的资金，从而就可以达到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样子，它就可以获得无风险的利润。等这个视频的系列快结束的时候，主播一定要做几集视频，来讨论这个世界如何的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公平公正。它和 AI 什么关系呢？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只要变化，它就可能变得更好，一切就变得都有可能。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